大家好，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在此前的视频里介绍了印度的 SLV 和 ASLV，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讲印度第一代堪用的火箭 PSLV 和早期的 GSLV。印度很清楚自己的 SLV 并不好，就算改成 ASLV 也没好到哪儿去。在1978年开始了极轨卫星发射器，也就是 PSLV 的预研。一开始，火箭的指标是55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600公斤。选出来的方案是一个30吨级的液体一级，捆2个80吨级固推，再带一个上面级。这里的液体一级使用的并不是维卡斯发动机，而是印度计划自研的发动机。1981年，印度认为未来发射的卫星会更大，原方案的运力不够用，于是将指标修改成9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至少1吨，认为这个量级的火箭能满足自己一段时间内的遥感卫星发射需求。于是，在1年的论证后 ，PSLV 的最终版方案定下来了。火箭心级直径 2.8 米，高44米，起飞质量295吨，62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 1.6 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 1.15 吨，性能超出了原来的指标。一级是 S125 固体发动机，捆6根 S9 小固推。这个 S9 是从 SLV 的一级改进而来的，6根里面有4根在地面点火，剩下2根在高空点火。2级是液体的，使用维京发动机的印度版本维卡斯，更具体的来说是高空优化的维卡斯4型。3级和4级都是小型的固体上面级，简单可靠。后来发现4级使用固体上面级入轨精度不好，于是将其换成了液体上面级。就这样奠定了 PSLV 上固推神棍和液推神棍各占一半的抽象格局。PSLV 的固推研发较为顺利，4级的小液推也没出现太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2级的发动机维卡斯。1978年，印度和法国签订协议，引进维京发动机，用了整整7年，印度才在法国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组装出了一台发动机进行试车。又用了好几年，印度还没有完成维京发动机的国产化，拖累了火箭研发的进度。1993年，火箭首飞，1级和技术跨度最大的2级都没出现故障，结果在2、3级分离时，因为4级提供的姿态控制出了问题，导致2、3级火箭撞在一起。面对如此难崩的事故，印度用了1年时间，认真改进了火箭上面级的姿态控制，在1994年复飞成功。在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印度为了给 PSLV 提高运力，同时形成运力梯度，研制了 PSLV 的2个新型号。第一个使用改进型助推器，2级发动机换成维卡斯 4B 型，燃烧剂改成 UH25， 提高比冲，这就是 PSLV 的超大号版本，简称 XL。 原来的型号为了和 XL 区分，叫做经典型，简称 G。 还有一个使用新技术状态2级的光杆构型，叫做只有新级的 PSLV， 简称 CA。 到2019年，为了进一步丰富运力梯度，又增加了2助推的 DL 和4助推的 QL 构型。PSLV 不仅能发射低轨遥感卫星，还有一定的高轨和深空发射能力。尤其是在 XL 构型出现后， PSLV 进行了多次高轨发射。载荷除了静止通信卫星，还有多颗倾斜同步导航卫星。PSLV 的著名载荷还包括月船1号和曼加里安号探测器，它们是印度最早的深空探测器。不过 PSLV 开始打高轨时，印度已经拥有可用的高轨火箭，也就是 GSLV。 有些卫星之所以用 PSLV， 是因为这些卫星太小，用 GSLV 发射太浪费。印度对 PSLV 的性能进行进一步计算后，发现它可以完成任务，于是用 PSLV 客串高轨火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印度的同步卫星发射器 GSLV。GSLV 项目在1990年启动，当时印度还不知道 PSLV 能打高轨，甚至运力还不小，所以研制的原因是获取静止卫星发射能力。如果谁写的是提升同步转移轨道运力，那么他一定开了天眼。GSLV 在项目启动之初就确定了基本的技术路线，利用 PSLV 火箭的成熟技术，换装高性能的氢氧3级。当时印度不仅没有氢氧发动机技术，连氢氧柱箱都不知道怎么设计制造。于是印度在思考了1年后，看向了一个年轻的国家俄罗斯联邦。俄罗斯缺钱，也愿意和印度合作，用印度的钱保住自己的氢氧发动机产业。于是印度和俄罗斯在1991年就签订了一份协议，里面提到俄罗斯将帮助印度设计氢氧3级，给印度制造5个，
并把技术全部转让给印度。不过，在1992年，美国知道此事后，认为这会让印度获取弹道导弹技术，所以强烈反对，还因此制裁俄罗斯和印度。于是，合作被迫终止。1994年，印度启动了自己的氢氧机研发项目，并和俄罗斯签了一份协议，让俄罗斯造7个氢氧3级，不用技术转让。印度自己搞逆向工程，使用俄罗斯3级的火箭就叫 Mark 1，用印度仿制3级的就叫 Mark 2。于是 GSLV 正式开始了研制。GSLV Mark 1高 49.13 米，信息直径 2.8 米，起飞权重401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2吨。火箭的1、2两级和 PSLV 经典型一样，3级是俄罗斯研制的 KRB， 在印度叫 CS 上面级，装一台 KVD-1 发动机。为了增大1级的运载能力，印度仿照阿利亚纳4的液体助推器，给 GSLV Mark 1装上4个液推，每个装一台海平面版本的维卡斯，也就是维卡斯2型固推绑液体。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多使用老部件，还因为维卡斯包落太大，1级改成液体只会降低运力。这就是固体新级绑液体助推器的来源。因为液体助推器的工作时间比新级更长， GSLV Mark 1使用类似长期甲的级数分离技术。不过显然这不是为了减少残骸个数。GSLV Mark 1在2001年首飞成功，6次发射中失败了2次，都和助推器的控制有关，还有2次部分成功，说明3级也有问题。因为俄罗斯的3级只有7个，其中还得留一个为仿制提供参考。印度从拿到第1个3级开始，就在进行仿制工作。终于在2010年，也就是最后一发 Mark 1发射的同一年， Mark 2完成首飞，接过了发射高轨卫星的重任。Mark 2的3级发动机是印度国产的 CE7.5， 也就是 KVD-1 的仿制型号。它为了提高3级飞行段初期难看的推重比，以降低7秒比冲的代价，增加了5000牛的推力。不过由于印度糟糕的材料科学，发动机的质量翻了1倍。此外 Mark 2级使用的维卡斯和超大号 PSLV 的技术状态一致，助推器的维卡斯也是经过改进的维卡斯 2B。 2级为了适配增强的发动机，略微增大了柱箱规模。事实上，基础级的改进不仅抵消了3级换发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让 Mark 2的同步转移轨道运力增加了半吨。后来 GSLV Mark 2继续服役，直到现在。它和完全不一样的 GSLV Mark 3作为印度高轨火箭的主力，形成高低搭配。不过，随着卫星的大型化， Mark 2的运力开始显得捉襟见肘，抽象的1级组合体也有碍国际观瞻。于是，在2024年，印度宣布不再增加新的 GSLV Mark 2和 PSLV 的任务。在完成计划中剩余的任务后，他们就将离开发射场，进入博物馆。到时候，印度固推神棍的历史就该终结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本期视频全部技术资料来自卫星百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航天知识和资讯，请访问 set.灰机wiki.com。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下期再见。